你区区一个凡人，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？哎，龙王，这位龙王您别生气啊，误会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您，还有昭兰公主的婚事前来的。我们不是来抢亲的，是来和解的。这样，您先把昭衍殿下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行吗？又是你，无知小人！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与众人无关。雨墨哥哥，可以，只要你于墨自废灵体，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！这是你们两海之间的家事，我本不愿意插手，可是昭兰有恩于我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屠戮南海亲卫，又伤害昭兰亲府，你莫要逼我出手。哼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已是必死之人，还说甚慷慨之词？我生性不欲招惹风波，可现如今，是你逼我出手。给我上！小心！你保护好自己，我去救昭衍殿下。好，唐公子小心！我来。何时拿回来龙丹？水火之王，四海之主，他是九旗。九旗竟然还有血脉存于世间，他竟是九旗之后。赵兰，不，昭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3日之后，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，到时候，你只需带着于墨的人头作为贺礼，你便还是南海龙王。若无这份贺礼，吉日一过，我大军攻入，你南海青龙族必将不复存在。昭兰，女儿。龙王跟谋士已经商议了2个时辰了，有什么结果了吗？这个龙王不会真听了敖轩所言，砍了我们的头去当贺礼吧？还有你啊，于墨，你是九旗这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并非刻意隐瞒。哎，我不是计较这个，我生气的是，早知道你不是黑鱼，我天天炖鱼汤喝了。如果这次我真死了的话，那我辛辛苦苦白活了一场，我连鱼腥味都没有闻到，这是我心头一汗啊！若昭衍殿下真要砍于墨脑袋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吗？敖轩为了逼婚大开杀戒，将南海之首视同微末草芥一般，
可见其品性暴戾。若真奉此人为尊的话，这四海日后恐怕就只有敖轩一人为王了。可昭兰公主还在敖轩手上，我们在此是祸非福，实难揣测昭衍殿下如何计量。敖轩虽继位龙尊，但他的功力尚浅，只是那金钩法器对于墨颇有针对，杀他不难，但有昭兰之命为之。如果杀了他，这四海必定会大乱。唐公子说的极是，如今九旗之力一显，四海震动，西海、北海必定人心惶惶，这桩家事恐会化为兵变。唐公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应以避难之事为先，实不宜卷入其中啊。圣德姑娘，你说自己是偏门小派的术士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上识天条秘辛，下察四海变动，还致电起我们来。姑娘的法力和门派，我可真是好奇啊。于公子，龙王殿下急召。于公子不必心急，眼下之事解决完，诸位送我回到师门后，届时一切疑惑自会水落石出。我等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圣德姑娘也是担心唐州嘛，一番好意了。龙王殿下还等着我们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殿下有命，此事从密，请于墨公子一人入室相依。放心吧。若要得邯郸之心，必得先除去此人。以我的功力杀不了他，须得找个帮手。殿下的意思是要我将敖轩取而代之？敖轩虽为四海龙王之首，但自从其代父执政以来，刚愎自用，横征暴敛。继位之后，更是变本加厉。今日之辱，如若让步，来日之南海，未来之公主殿下，只会是滔天之祸呀！让我救回昭兰，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可要我以九旗的身份带兵起义，此事绝不可能。东海虽兵力强盛，但白龙族的能力气魄却始终难以服众。如今九旗重现，只需振臂一呼，其余三海必能团结一气，推翻敖轩的暴政。是，九旗是水族子民心中的英雄。没错，唯有九旗可以使其余的龙族诚心信服。正是。有一句话，我想问过殿下。昔日创世之战，我九旗全族被屠，遭灭顶之灾。此后，你们欢天喜地拜东海白龙族为尊，弃我九旗如同婢女。可现如今，全是僵尸之时，又盼我前来相助。你们可曾想过，如此厚颜无耻，会遭天下人耻笑吗？殿下，殿下不必如此。我不爱权势，亦不信权势。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护一方净土，受心爱之人于上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想。殿下若长跪不起，我的初衷也绝不会变。殿下，此跪不为恳求，只因愧悔。因果报应，终有这么一遭。玉墨，如若我告诉你，
昔日九旗灭族，是他人陷害所致。你本该就是四海之主，他们本该就是你的子民。这方净土，你要不要护？昔日龙族支援军，正是上任东海龙王率领。他不仅未加支援，反而趁九旗战敌力竭之时追杀驱赶，令九旗误入修罗族陷阱，全军覆没。之后，他上走天界，顺理成章成为水族之首。罪证应该在东海龙宫。只要我们推翻敖玄，取得证据，九旗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你已是名正言顺的四海之主。于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聊这么久啊？我看你脖子没事儿，难不成龙王想让你当上门女婿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有莲青在我身侧，实乃一生之幸。方才昭衍殿下邀我同他一起联合西海和北海，推翻敖宣暴政，救回昭兰。我即刻便要前往西海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不可，西海和北海的意思尚未知晓，而且你们三人皆非水族，还是留在此地比较稳妥。这也是昭衍殿下的意思。莲青对我的忠心，我记下了。放心，我定会安然归来的。唐周，颜旦就托付给你了。是我抓的妖，本该由我负责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别再给我照顾进玉葫芦里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归来。嗯。你说于墨去一趟西海，会不会又拐回一个西海公主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啊？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全野兰山上下都希望我们山主早日走出情伤，娶一个山主夫人呢。我当然要事事留心了。若是真有点苗头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百灵，让他准备聘礼。这味点心名为月见糕，所用食材皆为南海奇珍，最宜进补，巩固本源。唐公子若是能每日吃上几个，灵力必定会稳定许多，也能少受些外泄亏空之苦。凡人的寿命不过100年，你以10年修炼之力注入高鼎当中，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？并非只因救命之恩。颜旦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。他说的每个字，我都信奉如真理。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？我连7情6欲到底是什么，都还不太清楚呢。可是你们2个不是才刚刚认识的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我能看见人的过往当下吗？以前我们在天界为仙时，我与他厮守了一世。这是生生世世注定的缘分。难道爱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？
以往在山境，总是一大伙妖精聚在一起，大家谈天说地，打打闹闹，好不快活。可与唐周相处却不一样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心里不知怎么，却会难受苦涩。唉。有劳。无妨，我愿意一直为公子掌灯照亮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了之后便会少受些先例外泄之苦。我早已经习惯了，不劳圣德姑娘多费心。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痛。做都做了，尝一个吧。不必了。颜淡呢？他知道了月见膏的方子，去龙宫外的峡谷采药了。或许是想亲手做给于公子尝尝。宫外峡谷漆黑一片，很是危险。我现在去找他。这糕点，我回来再用吧。为何现在亦是如此？只要有他在，哪怕我倾尽全力，你也不曾多看我一眼。这么深，也不知道我的真身能不能支撑得住。颜淡，愣着干嘛？拉我上去啊！为何我的心这么痛？唐周，唐周，颜淡。你这小人！我刚刚在上面明明挺好的，你非要喊我，喊我不说，还故意松手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并非有意松手。刚刚那个场景，我梦到过很多次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一个捉妖师，怎么可能会梦到我一个莲花精呢？自恋什么呢？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或许是我从前的孽债吧。这太多次了。我眼看着他伤心欲绝地跳下桥，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容。可能是你喜欢的女子吧，我经常在画本看到，说是以前亏欠的情缘，如今便要再续。口口声声说要摒弃情爱，结果呢，你却念念不忘。看来这凌霄派的掌门你是做不成了。或许你梦中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圣德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圣德曾经说过，他跟你厮守了一生呢。我自己的心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你要裁好了没？裁好了，我们就上去。这水母散落的光绪便是药引，只可惜招也太少了。抓紧了啊！
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幼稚。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复于周折。这下收集够了吧？够了。你这般费力，为的就是给于墨做糕点啊？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？我改良了月见糕的方子，食之不仅可以巩固修为，功力能够有所增进。若是大战的话，赠予南海的士兵也好有注意。想的倒还挺周到。干嘛？圣德不是给你做了很多吗？难道你眼馋了？我能看出来，圣德其实很喜欢你，他时常跟我聊你的喜好，担忧你的病症。而且他在糕点中加入了自己的灵力，使药效加倍。若知他有此执念，我早该与他说清楚。有人如此在意你，难道你不会感动和开心吗？若是有喜欢之人，他无论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心生感动；若不是钟情之人，无论他付出再多，那便只会是负担。你这么言之凿凿的，难不成你动心过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甜的还是苦的？你管我？无论是苦是甜，我这修炼之人是无缘体会了。切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我去练剑了。啊，对了。你要再乱跑的话，再有下次，你就乖乖的进玉葫芦里。这小人，平日里口口声声的说不染红尘一念，被我揭开真面目，便要翻脸不认账。小人。南海的实力仅次于东海，敖轩能够如此蛮横，若无作为，日后唇亡齿寒，我这个西海龙王的位置怕也是不好做了。不过，有9旗的后人率军，此事可成。啊，这么说，您便是答应了。那现在位于北海了。北海墨龙族子嗣单薄。前些年病逝后，便再无新主了。皆是一些弱小之族推选了个领袖出来。若要调兵，必经北海，需要他们的应承才行。这位新推选出来的北海领袖，常年都在天界任职，甚少回来，且脾性怪异，对名利兵士皆不感兴趣。此战迫在眉睫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北海之主，应该是蒙着黑布的这一位吧？是，但并非我因他不是龙族而心生怠慢，实在是此人言行怪癖，连入画时都不收敛一二，摆出来，怕有失庄重，让人笑话。无妨，那可否揭开一看呢？
贤侄，你这是？不知您可否借我笔墨纸砚一用？如若收到我的亲笔信，此人定会前来相助。公主还是不肯喝。公主不肯喝，就是你没用。无用之人还留着做什么？够了！他虽是奴仆，也是你东海的子民，你别这么残暴御下嘛！是又如何？是你被迷了心智，眼里心里都只有那个于墨。我就算为你做再多，在你心里也不过就是糟粕。敖轩，我之前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要嫁与你，但是你始终不愿意相信。你口口声声说的心意，便是斩断我父王一条手臂，残害我南海子民。你这样的心意，我宁可不要。昭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自小就把最好的、最爱惜的、最温柔的一切都给了你。只要你父王听我的话，我就会给他尊荣，给南海尊荣的。但若我父王不肯杀了雨墨哥哥呢？于墨不过是个罪族孽子，昭衍犯不上为他牺牲全族。我如若早知道你的本性如此偏执残忍，我宁愿永不化出人身，也好过现在为了一纸婚约，连累于墨哥哥，甚至整个南海的安危。敖轩，我拦不住你，但如若你再伤害我所爱之人一根毫发，我便立刻自尽。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活腻了吗？殿下，南海有人前来拜访。昭兰，你注定是我的王妃，东海的王后。你的生死由不得你做主，但南海的生死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我就算留不住你的心，我也不会让你离开东海半步。别把我逼到那一步。雨墨哥哥，你快逃回野兰山吧。唯有你平安，我才有勇气面对这一切。殿下此番神情，应该是证实了我所言非虚。难怪当日碎魂沟伤不了他，昭兰竟以逆鳞相赠。若不杀了他，我怎么忍得了这份屈辱？
你不是他们的同伴吗？为何过来跟我说这些？你有何所求，不妨直说。我的所求，殿下帮不了我，但我与殿下有相同的目的，就是要于墨死。殿下可知，昭言已经带着于墨去了西海，要联合三海之力，发兵东海。他这是妄想！四海早就易主了。若是起义失败，这自然是妄想。可殿下的碎魂钩已经伤不了于墨分毫。九旗天生强悍，又在水族中素有威名。我知道，但你能冒险来到东海，必是有法子助我取胜。你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，本王都可以给你。殿下必赢的转机，与我想得到的赏赐，皆在于一人。那人，也是于墨唯一的弱点，就是那日于墨护在身后的女子颜淡。殿下只要拿下她，纵使于墨有千军万马，他也会甘愿认输赴死。原来于墨心系此女，不过，你为何要用她作为赏赐？世事弄人，我钟情之人为此女所夺，可偏偏此女能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。殿下只要答应我，攻城后将颜淡的尸身送我，于墨起义调兵的种种谋划，我皆会搜寻奉上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这是本王的家传灵兽无影兽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你都可以用它传音传影于我，避免东南海之间往来繁复，惹人生疑。800年，颜淡渡忘川渡了800年，而我却在3界的千重万缚中寻了他800年，却始终没有想到，他被困在了忘川水中。你也别太过自责，清起元灭，终有定数。还好，应元帝君及时。我不想听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无论他做些什么，都无法弥补颜淡心中的疮痕。陆明，既然颜淡在忘川水中走过，便代表他不想记起前尘往事。过会儿你见到他的时候，切莫提起。现如今，他每日逍遥自在，日行一善。我希望往后的日子，他能始终如此。怪不得将臣说人性复杂，情爱难懂。这唐周和盛德口中的喜欢，意义截然不同。
或许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吧。唉，我这红尘路上记的都是别人的情爱与故事，我自己的呢？严淡，于墨，你回来啦！严淡，我好想你啊！哎，别激动。这位仁兄，你谁啊？他谁啊？啊，你不是喜欢找靠山吗？我特意给你带过来一个特别厉害的靠山，他是北海龙王，又是鲛人族的族长，陆明。神仙啊？不是，你这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哭什么呀？这位神仙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叫严淡的？那个，我看过你写的梨园会，当真是妙笔生花，曲折动人，甚是仰慕喜爱。今日终于如愿相见了。梨园会，我几十年前写的，没想到都传到神仙的耳朵里了，我好厉害！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一直在游历凡间，收集了更多的素材，我下部著作一定比梨园会写得更好。记得多多关注啊，也帮我跟天上的神仙好好做宣传。好，到时候上演我一定来看。对了，我此次下凡还给你准备了些礼物。哎，这神仙第一次见面就送我礼物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是什么呀？哇！真没想到啊，你们神仙的西瓜这么好吃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哎，你以后来宜兰山找我们玩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们多带几颗瓜？没问题啊，我陆明平生最不缺的就是瓜了。这西瓜种子全都给你了，保你以后一年四季天天都有瓜吃。我平日里当差忙得很，要是得了空，我一定也去宜兰山小住。到时候你可得日日来陪我聊天解闷哈。没问题。哎，林墨，我们在山里辟一块地种这个吧。只要你喜欢，把整个宜兰山都拆了当瓜田，又如何？哼。严淡，再吃一块。谢谢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杀了敖轩的话，你不仅是万妖之王，还能够成为四海之主了。哼，我就说嘛，我八字一定带旺，我找靠山就算找了个麻雀，这麻雀都能变成凤凰。谁说不是呢？说不定若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还是一条小黑鱼呢，怎么可能成为九旗呢？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希不希望我成为四海之主啊？你知道吗？找靠山最重要的不是找一个厉害的靠山，那请教一下，该找什么样的靠山啊？当然是找一个快乐的靠山啊。哦，如果你当上四海之主，你并不快乐，那我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了。你快乐我就快乐，你不快乐我这辈子就不快乐。你放心吧，我定会让你快乐。哎，你有没有看那些新闻里写的厉害的人物啊？都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要挨饿受气，还要心怀天下。我这么一想，如果换作是我心里想装着一件事都难受，更别说塞进全天下了。我总不能为了我的面子把你推到火坑里吧？是，我是做不到心怀天下。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，这天下对我来说根本就……主帅，主帅，我们去操练了。接着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心里装着一个人，什么人？我是说，只要莲青在我身侧，三界四海又有什么稀罕呢？我信你才怪呢！明日便要出战了，为什么不去休息？怎么还苦练了起来？我知道，啊，是为了昭兰公主。我刚刚给这些士兵送糕点的时候，就已经听到了。这位昭兰公主虽然是名女子，但颇有君主的风范。而这个敖轩上任之后呢，穷兵黩武，增加了四海的赋税，
如果交不上者，皆杀之。可这个招兰收编了这些交不上赋税的壮丁，每个月呢按时给他们贴补，这样既不得罪敖轩，还能够维持他们的生计。哎，说昭兰公主是他们的再生父母，也不为过了。是啊，希望昭兰公主能够安然归来，才能配得上这些壮士们的忠心啊。若是三海联军攻入东海的话，也不知道这些将士们能不能活着回来见他们的公主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可以减少伤亡的法子，想不想听？想。东西两营的士兵怎么样了？正在安置，还有新入伍的士兵队5000人，是否也算进去？军队集结的仓促，现在只有5万人。西海、北海也在筹备援军。不行，风险太大了，事关生死，不可胡闹。此法风险虽大，但若是一旦成功，便会有将近10万水族战士窒息干戈。我妖法虽然没有那么高超，但是保护自己肯定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圣德，你刚刚去干嘛了？晚上的时候都没有见到你。这龙宫太大，散步一时迷了路。对了，军队彻夜操练，明日便要开战了，你们可有对策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折子戏，叫做《荆轲刺秦》啊？严旦，事关军机，切莫胡闹。哎，我没胡闹啊，这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妙计啊！这样，我演樊无期，你演荆轲，凭借咱俩的智慧，一定能把那敖轩打得稀巴烂。昔年荆轲借献樊无期人头行刺秦王，若非荆轲一时慌乱3次而不中，历史怕是早已改写。莫不是严旦妹妹想要效仿？正是。敖轩要招演献上于公子的人头以表诚意。我知道妖有缩身术，索取身子放入河中并不难，但似乎并没有变脸易容之术，这可如何假扮呢？这就简单了。于墨呢，只需要扮成龙宫侍卫的样子，把面具一戴，谁认识他？而我扮成于墨，只需要多多的头发，让头发遮住脸。哼，等敖轩到手打开箱子，我就喷他一脸石灰。我厉害吧？是啊，真厉害。不要用这副敷衍的眼神看着我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于墨，拜托了，我们离开山境这么久了，好久都没有拍过戏了，你就让我试一次吧，好不好？而且你只需要负责递装人头的那个箱子就可以了。我敢保证，这8成这箱子还没有打开之前，你就已经一剑把他毙命。你就到时候把我随便往地下一放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，随便把你扔在地上，摔破相了我也不用管，反正这个世间绝无第2颗眼壁丹。对我来说，容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智慧，懂吗？确实。于公子与严旦妹妹的感情真好，于公子担心严旦，不忍将她拉入危险之中。我亦是感同身受，只可惜那人不会如严旦妹妹这般领情。情情爱爱的我就不太懂了，我就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人。于公子，我知道你对我心有芥蒂，可是我仍想恳求你，婚宴之战，能否别将唐公子拉入战局？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忍看他冒着罹难失败的风险陷入险境。我愿意带他前去，赴汤蹈火，以成全他的相助之心。于墨，龙王好像也说过，不想让唐州牵扯到此事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次就别带他玩了。等我们戏演完以后，就跟他分享胜利的果实，也算是便宜他了。你觉得呢？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三海君主以我为主帅，打算大婚之际，一举推翻敖轩政权。要是在他们的地盘动手的话，会十分危险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不必，你的身份如此尊贵，若被人发现，
恐有不测。你放心吧，西海跟北海均答应我出战，我认为得胜十有八九。所以你们3个在此地等我便好。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还是小心谨慎。哎呀，好了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的，当英雄当习惯了，我们都保你肯定没事了。你明天就当英雄背后的女厨娘，烧几个好菜，等着给于墨庆功好了。你才是美厨娘呢。战场多变，有什么危险的话，立马通知我。放心吧。纵然你此生仍不会爱我，只要你吃了邯郸之心，平安康健，我守着你过完此生也是好的。起义军约8万人，沿北海攻入。严旦、于墨欲效仿荆轲刺秦，以严旦头颅装入木箱，假作于墨已死，趁你松懈之机行以刺杀。于墨，尚德，你们快进来帮我一下！啊！有人吗？进来帮我呀！别叫了！这次又想搞什么新名堂啊？到底想干嘛？怎么是你啊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说实话。我在这儿，就是觉得箱子凉快，我想在这里面乘凉，不行吗？行，我这玉葫芦也挺凉快的，你进来再盛呗。东海父子，残暴不忍久矣。本王顾念东海旧义，苦苦忍耐，然而敖轩竟私自带兵闯入我南海龙宫，斩我将士，夺我女儿，斩我一臂。仁慈之心，竟使得四海鸡眼生祸。本王再无可忍耐，信天不亡我南海，救其遗孤，重现于世。大婚喜宴，击杀敖轩，3海联合起义军攻入东海，重塑四海龙尊之位。按照往日惯例，入宴人数不得过千，所以昭衍殿下精选尔等精兵强将，随我共同前往，以制香为号，控制殿内。若能顺利击杀敖轩，此战不战已胜。日后四海安危，今日竟交付于诸位之手。是战敖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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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战敖轩。禀告殿下，南海送亲队已到。殿下，殿内所有将士已准备就绪。去将本王的王妃请来。婚宴少了点趣味，赶在行礼前看出好戏。
昭兰公主，南海龙王亲来庆贺，殿下请您移步正殿。难道父王真的杀了云墨哥哥？昭兰公主，若是婚服繁琐不便，奴婢可进来伺候。殿下这……贼子于墨，人头在此，请殿下过目，望殿下怒火烧解，与小女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呈上来吧。于墨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立刻毁了此箱。这箱子里的东西，你若喜欢，便拿去吧。把人带上来！你也太纵着他了吧！刀剑无眼，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他哪里是敖轩的对手？这妻子风险如此之大，你们居然还瞒着我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若不依他，说不定突然之间溜到婚宴现场，搞出什么自由发挥，那不是更危险？无论如何，这人头放在木箱里不行。好吧，好吧，金戈刺秦不演也行，那就换一出，狸猫换太子如何？昭兰公主，我是云梦的朋友颜淡，快把衣服脱了。昭兰呢？把昭兰给我交出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公主已经让人送回南海了，她如今已经是我们野兰山山主夫人了。颜淡小心！
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，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我并不知情。余墨竟有青离帝君应渊帮忙，你为何从未提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术士，什么帝君，我不知道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那日你一走，我就派人调查了你的底细。你是妙法阁前任掌事银灯，你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招揽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欺凌时，便为帝君照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敖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招揽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揉碎魂弓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这灵兽也是被碎魂钩所伤。敖轩已死，你们莫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敖轩残暴欲下，四海怨声载道。既然他并非明君，你们何苦还为他卖命？
四海龙尊的位置本就属于你。你本是先祖，现在落山为妖，就无不甘吗？我堂堂正正为妖的这些年，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若能一生如此，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昭彦殿下，我之所以会答应你领军出征，一是因为你女儿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为人子应尽的孝道。现如今，我爹娘的冤屈已经路人皆知了，我便已心满意足。至于我的存在，只要在我在意的人心里，便已足够了。这戒指与敖轩有何关系？是白龙族的家传灵兽，这无影兽有传音报信之能，敖轩与其父各有一只。这只属于老龙尊敖齐。只需将九岐一族逼入山谷，修罗族自会将其歼灭。九岐全军覆没，你白龙族便理所应当成为水族之尊。东海执掌四海以来的所有阴谋、暴政，以及这次事变的经过，我都会一一上呈帝尊。有了这无影兽，铁证如山，九岐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仙神两界已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那日到来之前，务必护卫好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、火德元帅，尤其是四大帝君的平安，不可使之丧命于魔族人之手。这几人之死与我们大有助益，事关万年来筹谋的大计，不可有失。这段对话为同一人所说，殿下可知此人是何人？以此人的口吻，应该是天界之人。这无影兽，旧日敖齐也常常放飞天界。看来，前任龙尊背后有人指点布局。自创世之战，直至仙魔之战，都在那人计划之中。难道三帝君与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之死，是此人所为？师父他不是战死，而是被害死的。他和我爹娘一样，就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。雨墨仙知，北冥仙君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早已经死于万年前那场阴谋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又怎配活着？只是现在尚不知真凶到底是谁。若将九岐灭族真相上报，恐怕会打草惊蛇，势必会牵连到你们。所以此物绝不可交。贤侄不用追了。无影兽有寻主之习，若救主丧命，便会追本溯源，寻到上一次与他传音之人。贤侄若想找到此人，唯有将其放飞，只是无影兽不留痕迹。若找不着真凶，这证据可就没了。但凡他还活着，无论他在九重天，还是夜望川，我都会把他抓到。只有亲手杀了他，方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你与唐公子情谊深厚，他也是身经此两战的幸存之将。有朝一日归位回天，定会助你查明真相，手刃真凶的。正如无影兽所说，昔年唐公子现遭此人杀害，此番他下凡历难，毕竟困难重重，我担心他会有危险。
二位公子相助我南海渡此劫难，我无以为报。南海有件宝物，可以为唐公子分忧一二。啊！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大，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，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，就算他有万千狡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。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。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。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于墨拿到了那戒指，必然对我疑心更深。没有了敖轩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圣德姑娘，严淡姑娘给你调配了安神汤，我放你门口了。唐公子，我身子甚是不适，不知是否冲撞了经脉，能否麻烦你进来帮我瞧一瞧？你这几日并未用过术法，应该不是气脉相冲之症。唐公子，我气虚无力，能否麻烦你坐到床边，给我把脉瞧瞧？公子，可否坐得再近一些？那你有别，把手腕伸出来即可。公子，圣德姑娘，请自重。这要是被旁人看见的话，会坏了你的清誉。赶紧放手。这深海龙宫极是潮热，我被这水汽浸染，体内极寒，痛苦不已。圣德姑娘，请放手。圣德真的好冷，求公子给圣德暖暖。凌霄派向来救助众生，我亦是众生之一。
难道唐公子要见死不救吗？你真的要我救你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要我救你吗？这便是救你之法。我说了对你无益，你非要痴缠不休，甚至自轻自贱。这是忘痴咒，这7日你脸上会长出很多黑斑，愿你对镜悔过，莫再纠缠。公子，我心悦你，满心都是愿你安好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我为了救你，10年功力注入月剑膏，而你甚至连碰都没有碰一下。为了不让敖轩向天界告罪于你，我险些被他杀死。你说关心我，却将于墨颜淡置于险境，这就是错。敖轩之死有诸多的疑点，你想借此事来伤害他们2人，这便是错上加错。我希望你没有那么做，要不然一开始救你，便也是错。我若是错过，那你便是错因。你知道我埋首肮脏不堪，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嫌疑破损，若不尽快找回其他神器，1年之内必然仙力爆体，魂飞魄散。这世间唯有一人知道医治之法，那便是我。亦唯有一人可以以命为药，那便是颜淡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尚未伤他分毫，你便以剑相向。你若伤了他，这把剑必定会洞穿你的心脏。你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苍生，3界也可以全部舍弃吗？天界苦修数万年，度众生于水火，如今你为了一个莲花经便统统置之脑后。我告诉你，3界因你而伤，今日你若不杀了颜淡，来日魂飞魄散，3界亦会因你受难。你休要在我面前胡说，我也不是为了颜淡。你口口声声身负大义，不近女色，不过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。你心中已经有了颜淡，是不是？是与不是，都与你无关。邪魔歪道，才会以命为药。你休要再骗我。若是你敢在于墨和颜淡面前胡说八道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我会如约送你回师门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若回师门之后发现你言行不一，我这把剑除了杀妖之外，也能杀尽恶人。你要杀我？若你该死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都想好了，日后我若考取仙阶，升为上仙，我要做天医馆之首，再也不用仰人鼻息。美的你！哎，樱桃，你呢？我是帝尊亲赐给帝君的仙饰，早晚有一日他会点化我的仙灵。到时候我会永远跟在他的身边，共享尊荣。
怎么干活的？啊？让你擦个香炉，擦个地板，你弄了半天，啊？快点儿！你皮痒了是不是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儿安都王可要来此学术修炼，你若是给耽误了，这贺心门可再容你不得。为你，我蒙受奇耻大辱，苦苦忍耐，终成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只有一个期望，就是与下凡历难的你重逢。王宫相遇的那刻，我多么欢喜！我为你筹谋、思虑，换来的却是你以剑相指，以命胁迫。应渊帝君只是下凡历难，总有回宫之日，你却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只能在凡界不断承受凡身肉胎之苦。敢问向来自命不凡的银灯仙子，这是不是比死还痛苦？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像在天界一般，为了个颜丹受尽苦痛。帝君，无论你领不领情，这一次我必须这么做。尊家，尊家，殿下，尊家救我南海于水火，此恩无以为报。南海物理贫乏，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妙策法器。此珠灿若星辰，乃我南海至宝，望尊家笑纳。此事多亏了于墨筹谋，才击败了敖轩，唐州不敢居功。此物如此贵重，还请殿下收回。殿下，唐某确实有事想请教一下。啊，尊家请讲，老夫必当知无不言。殿下，想当年，在天界为仙之时，我可曾辜负过什么人？唉，尊家乃慈心天下之人，且向来规行矩步，所行所为，只有恩慈帮扶，怎会负于人呢？若是无关苍生呢？从我记事起，梦中总会见到一个女子的背影。她伤心欲绝地跳下了桥，而每次当我醒来之时，我便心痛不止，满怀愧疚。或许这是从前的记忆。
尊家身份尊贵，老夫虽有幸得见，但毕竟相距甚远，所知不多。不过，尊家若想知道那女子是谁，此珠可以帮到你。此珠名为幻意珠，有牵引思绪之功，若研磨服下，便可知前生过往。尊家与我南海有大恩，老夫无以为报。想着尊家若恢复记忆，便能早日收回神器，归位回天，此乃三界之幸。昭兰公主，叫我姐姐就好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练习功法，一个人躲在这儿闷闷不乐的？今日学的是修炼功法的课，我修炼极差，被同伴们耻笑。他们说四海之间就要打仗了，若不会功法，日后东海可能就要没了。昭兰姐姐，东海真的会生灵涂炭吗？姐姐向你保证，三海不会攻打东海。从今往后，四海不会再有战事。你的爹娘不会像往日那般背负沉重的赋税，兄弟姐妹无需为奴为婢。东海会越来越好。我还听说姐姐会成为新的四海龙尊，是吗？你说的没错。云墨哥哥，你昭兰姐姐一定会成为一个仁慈、博爱的龙尊，我保证。尊位空悬，慰问四海民心，父王他们都希望我来继承此位。可是，我从未学过为君之道，功法和修为也不算卓绝。所以我非常担心。你无需担心，为君者不需法力高超，那是将才之道；亦不需精通谋略，那是谋士之责。你身上有一个最好的品质，就是善良慈爱，这是作为君主最需要的品质。可是我觉得，你比我更适合。你错了，有一点，我远不如你。